我是满门忠烈的三朝元老，镇守北疆30载的定远大将军萧振川。可一脉单传的孙儿萧衍却被那赵家的纨绔子弟活生生打进了太医署。然而当我闻讯赶来，那赵家人居然想仗势欺人，堵住老夫的嘴，忍无可忍之下，我从怀中取出了那枚随身携带尘封已久的定远侯令牌，交给了身旁的侍从。持此令飞马赶赴府衙，见知府李守正，只需报上3个字：萧振川。侍从夺门而去。此时的府衙之内，李守正正坐堂理事。当那枚令牌被侍从双手奉上的瞬间，他的脸色骤然一变。他认得这是定远侯的令牌，是三朝元老萧振川大将军的令牌。足足愣了3秒，李守正猛地起身，声音几乎是从喉咙里吼出来的，带着不可置信的颤抖：“老将军现在何处？”回大人，老将军在太医署，其孙萧衍重伤。李守正的大脑嗡的一声，定远侯的孙子在东海城进了重伤。那冷汗瞬间浸透了他的后背，他甚至不敢多问一个字，因为他清楚能让那位老将军亲自动用令牌，这件事已经严重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备马去太医署，快！是大人。传令捕快巡检，所有人马即刻在太医署门口集结，望火楼悬红旗。大堂之内，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愣在了原地。望火楼悬红旗，那可是城内最高安全指令，封城。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在1个时辰之前，我的儿子萧成正在太医署重症内室的门外焦急地来回踱步。我赶到时，他像找到了主心骨，连忙迎了上来：“父亲，您怎么来了？”燕儿还在里头救治，大夫说伤势极重，头部遭受重击，骨头断了2根脏腑，多处出血。闻言，我的心口猛地一沉，转而我的目光缓缓落向了走廊另一头。那几个衣着华贵、神情散漫的纨绔子弟身上，就是他们干的那个领头的，叫赵运，他父亲是赵奎，东海城奎风行的大东家。衙役来了，录了口供便走了，说只是街头口角，双方皆有受伤，让咱们私了。我的孙儿在重症内室里生死未卜，对方不过是腿上缠了几圈布，这便叫双方皆有受伤。就在这时，赵奎慢悠悠地踱了过来，脸上挂着一副施舍般的笑。哎，这位便是萧衍的家人吧？您瞧这事儿闹得年轻人火气旺，动起手来没个轻重吧？这里头是1000两银票，算是给孩子的一点汤药钱。日后的诊费我们赵家全包了，您看这事儿就这么接过去如何？闻言，儿子萧成气得浑身发抖，就要冲上前去理论。我伸手拦住了他，不够2个字，轻描淡写：“老先生，您这是嫌少做人呐，不能太贪心，1000两已是不少了，再闹下去对谁都没好处。再说了，我儿子也受了伤，真要较起真来，谁对谁错还说不定呢。”见状，我懒得再与他多费口舌，我转身走向走廊尽头一处无人的角落，从怀中取出了那枚令牌，交给了身旁的侍从。赵奎见我只是默默取出了一个毫不起眼的令牌，脸上的不屑愈发浓了几分，还以为是什么权贵信，原来也不过如此。行了，别装了，回头寻个好大夫，1个月就能下地，哪那么多事儿？爹那老头就是给脸不要脸，还嫌银子少。依我说，就该让建种死在里头，看他还怎么嚣张。这里是太医署，胡说什么？话是这么说，赵奎心里却也是这么想的。一个无权无势的寒门之家，也敢跟他赵家叫板。就在这时，太医署外一阵急促而密集的马蹄声由远及近，如滚雷般席卷而来，疯狂地撕裂了这座城池午后的宁静。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急，最后几乎是轰然停在了太医署的门口。整个太医署内的病患与家属都被这动静惊得纷纷奔向窗口张望。只见太医署门外数十骑快马将整条街道围了个水泄不通，马背上的骑手个个神情肃穆，刀甲鲜明，迅速在门口拉起了界限。紧接着，一群身着官袍的官员从马背上翻身而下，
为首之人正是东海城的知府李守正。李守正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翻身下马，大步流星地冲进太医署，开口便问萧燕在何处。在里头往东走第3间。太医署的伙计们何曾见过这等阵仗，吓得腿都软了，手指颤颤巍巍地指着方向。李守正带着一众人马风风火火地往里冲去。此时赵奎父子也听到了外头的动静，赵奎皱起眉头，心里隐隐有些不安，怎么回事？搞这么大阵仗？很快走廊尽头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李守正带着一群官员大步走了出来。他的目光在走廊中迅速扫过，最终定格在了那个角落里，那个如老松般挺立的身影上。刹那间，他所有的威严与气势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李守正快步上前，在距离我3步远的地方猛地停住，而后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他撩袍单膝跪地，行了一个极为郑重的大礼：“老将军李守正向您请安。”这一声老将军如同惊雷在死寂的走廊里轰然炸响，儿子萧成整个人都愣住了。他知道父亲曾是武将，官职极高，但他万万没想到东海城的知府大人居然会在父亲面前行此大礼，而赵奎父子更是直接傻眼了。老将军李守正，那个在东海城令人闻风丧胆的李知府，他管那个糟老头子叫老将军。赵玉脸上的吊儿郎当瞬间凝固，手里把玩的那枚玉佩啪嗒一声跌落在地。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好像惹到了一个天大的人。赵奎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惨白如纸，他想起了刚才自己那副施舍般的嘴脸，想起了自己亲口说出的那些话，冷汗瞬间浸透了他的衣衫，双腿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我没有回礼，甚至没有看李守正一眼，我的目光依然停留在那扇紧闭的木门。我孙儿在里边。我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像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了李守正的心口。他猛地转过身，目光如刀，直直扫向赵奎。人是他们打的。此刻赵奎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大脑一片空白。旁边的赵玉更是吓得脸色发青，嘴唇哆嗦着，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李大人误会，这都是误会啊，误会！李守正上前一步，强大的气场压得赵奎几乎喘不过气来。老将军的孙儿如今躺在里面，生死未卜。你跟本官说是误会，我再问你一遍，人是不是你们打的？赵奎双腿一软，直接瘫坐在了地上。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儿子随手欺辱的一个普通书生，背后竟然站着这样一尊大神。老将军能让堂堂知府大人俯首跪地的老将军，那究竟是何等人？是犬子不懂事。李大人，草民愿赔多少银两都行，求您高抬贵手啊！李守正看都没看他一眼，直接转向身后的捕头，沉声下令，将所有涉案人等全部押回府衙，封锁现场，搜查取证，周遭皆是一应人证物证悉数带回。1个时辰之内，本官要看到一份完整的案情，晨报不得有误。得令！捕头一声喝令，几名差役立刻上前，将还在发愣的赵玉和他那几个狐朋狗友尽数所拿。赵玉腿上还绑着夹板，被差役粗粗地从椅子上拽起来，疼得嗷嗷直叫：“爹爹救我啊！救我爹！”赵奎想冲上前，却被一名差役冷冷地拦住。眼看着儿子被绳索加身押了出去，赵家的家业也在这一刻摇摇欲坠。赵奎最后一道心防彻底崩了，他突然连滚带爬地扑到我脚下，死死抱住我的袍角。老先生不，老将军，草民知错了，草民有眼不识泰山，求您饶了犬子吧，他年纪尚小，不懂事啊！我垂下眼帘看了他一眼，仿佛在看一只蝼蚁。有眼不识泰山，年纪尚小。你儿子举棍打人的时候，可曾想过我的孙儿也还小？
这句话让赵奎所有的哭喊都死死卡在了喉咙里，他绝望了，他知道这一次谁也救不了他们了。差役们押着赵玉离去走廊里，重新归于死寂。李守正这才小心翼翼地再次走到我面前，姿态放得极低。老将军是卑职失察在东海城境内，竟让您与家人受此委屈，卑职万死难辞其咎。您放心，此事卑职定当一查到底，给老将军一个交代。一旁的儿子萧成已经彻底说不出话来了，他在衙门里当差多年，谨小慎微，处处察言观色，何曾见过这种场面？堂堂东海城知府大人站在父亲面前，恭恭敬敬的，竟像个初入学堂的懵童。我没有说话，只是缓缓抬起手。李守正立刻挥一俯身附耳过来，交代我的声音压得极低，只有2人听得见。老夫要的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交代。我说了几个字，李守正听完脸色骤然一变。老将军这怕是照老夫说的去做。我打断了他，语气不容置疑。李守正咬了咬牙，重重地点了点头，卑职遵命定当，不辱使命。话音刚落，李守正转身快步离去，一边走一边低声唤来身旁亲随，压声吩咐：速传本官令启动肃清令甲，自令权即刻执行。亲随愣了一瞬，随即领命飞奔而去。所谓肃清令，乃是应对一城之内出现大规模有组织勾连、黑恶横行之时才会动用的最高级别清查令府。一旦启动，便意味着东海城境内所有盘踞已久的黑恶势力以及他们背后的庇护者都将被连根拔起，一网打尽。而这正是我要的。我就是要借着孙儿被打这件事，把整个东海城的天捅个窟窿。就在这时，侍从匆匆上前，低声禀道：老将军，走廊外有人递来名帖，自称赵廷乃赵奎之兄，说是有要事求见。我眉头微微一皱，没等侍从说完，我已抬手示意退下。侍从领命退去，我随即从袖中取出另一封密信，交于身旁，亲随声音沉静：800里加急，即刻送往征远大将军王征远处。亲随双手接过，只觉手心微微一沉。这封密信的去处比李守正那里更加惊心动魄。那个比李守正令牌更惊心动魄的人是王征远。征远大将军驻守东海城外，我和他是过命的交情。当年他是我手下的兵，一次边境冲突中，他身负重伤，倒在血泊之中。是我冒着箭矢刀光，硬生生将他从死人堆里背了回来。从那天起，他王征远的命就是我萧振川给的。我是他的老将军，是他的救命恩人，更是他的兄长。我命亲兵持令牌，快马赶往城外大营，请他速来太医署。不多时，走廊尽头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王征远风尘未定，大步流星地赶来，目光直直落在我身上。镇国怎么想起叫我这个老家伙来了？听着这熟悉的声音，我眼中的冰冷终于融化了一丝，但随即被更深的寒意取代。我抬起头看向那扇紧闭的重正内室门，缓缓开口：建军，我的长孙在里边。是人打进去的。王征远愣了一瞬，猛地转过头，眼中杀气骤起。什么？哪个不长眼的东西干的？老子现在就调一个营，把那帮东西剁了喂狗。征远，我的声音不高，却平静的让人发寒。我叫你来，不是让你去打人的。王征远一愣，看向我。赵奎，东海城首富，他的商号叫奎风行。我孙儿还在医署内生死未卜，我不想看到他们明日还能照常开业。我的话说得很慢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精准地刺入了王征远的心里。他瞬间就明白了，我不要钱，也不要命，我要的是诛心。我要让这个不知死活的赵家在1日之内从云端坠入地狱。我要让他们引以为傲的万贯家业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像纸糊的一样轰然崩塌。末将明白了，老将军您等我消息。
话音刚落，王征远转身大步离去，脸色铁青地回到了城外大营的帅帐之中。满帐的将领看着他，大气都不敢出。王征远走到鱼图前，目光落在东海城的位置上，眼神冰冷，命令直属行动组1个时辰内完成集结，命令军需司即刻成立专项查验组，以军需审查的名义，对魁风行承办的所有军需相关项目全部查封彻查到底。所有与魁风行有往来的营司立刻中断一切合作，不得有误。每一道命令都像一把精准的刀，狠狠切向了魁风行的命脉。帅帐内将领们都惊呆了，直属行动组那可是大营的精锐军需审查，更是最严厉的制裁手段。一旦启动，意味着魁风行基本已被判了死刑。到底是什么样的商号能让王将军下达如此雷霆万钧的军令？一名部将壮着胆子开口：“将军，这魁风行是东海城的头号商号，也是军中重要的供给商，贸然启动查验，只怕会……”王征远猛地回头，眼神如鹰隼般锐利，执行军令。满帐将领心头一凛，再也不敢有任何异议。与此同时，东海城内一场看不见的风暴正在悄然汇聚。府衙里，赵奎和他的兄长赵龙正焦急地动用着所有的关系。然而，他们惊恐地发现，送出去的信一封都没有回音。那些平日里称兄道弟、一起推杯换盏的官员们，要么闭门不见，要么推说正在公事，要么索性音信全无。整个东海城的官场仿佛在一瞬间对他们赵家关上了所有的大门。赵龙比他弟弟更加敏锐，他立刻意识到他们这次踢到的绝对不是一块铁板，而是一座钢山。奎儿，你老实告诉我，那个老人到底是什么身份？我不知道。他什么都没说，只叫了个人来，就变成现在这样了。就在这时，赵龙的管家急匆匆地闯了进来。老爷，大事不好，咱们商号在各大钱庄的账目全都被封存了。什么？不止如此，度支司户籍司各路官府都已派了人来，商号的大门已经贴上了封条。管家声音带着哭腔，一个又一个的噩耗如同巨石砸下，炸得赵奎头晕目眩。军需审查，他比谁都清楚这4个字的分量。完了，这次真的完了，赵家的天塌了。赵奎无力地放下手中之物，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瘫倒在椅子上。而这一切还仅仅只是个开始。就在此时，太医署外突然传来一阵低沉的马蹄声，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朝窗外望去。只见数十名黑甲军士组成整齐的队伍，直接越过了衙役的警戒线，稳稳停在了太医署大门前。军士们翻身下马，个个面容冷峻，浑身散发着铁血之气，大步走进太医署。他们没有理会任何人，竟直接管了重症内室所在层的全部守卫。走廊里原本站守的衙役看到他们肩上的阴阳旗徽，都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眼神中充满了敬畏。萧成看着这些精锐甲士一个个如标枪般守在走廊各处，整个人彻底愣在了原地。父亲差人请来的那位将军，竟然真的调来了一支军队。太医，我孙儿怎么样了？我孩儿怎么样了？刘院判看着眼前的老人，又看了看走廊里那些杀气腾腾的黑甲军士，心中早已是惊涛骇浪。他深吸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老将军公子，请放心，经过我等全力救治伤者脉象，已趋平稳，内出血已全部止住，断骨亦已复位固定，虽尚未完全脱离险境，但最难的一关算是挺过来了。听到这个消息，萧成紧绷的神经终于松懈下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喜极而泣。我那挺得笔直的腰杆也微不可察地晃了一下，紧握的双拳终于缓缓松开。谢谢老将军，客气了，这都是我等分内之事，何时可以探视？还需在重症内室观察2日等情况彻底稳定，便可转至普通病室。届时家属
可轮流入内探时，我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随后走到重症内室的琉璃窗前，隔着那扇薄薄的窗，凝望着里面那个躺在病榻上、身上插满药管的年轻身影。那是我的根，是我的希望。就在这时，走廊尽头的门再次被推开，李守正去而复返，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个身着锦袍、神情极度惶恐的中年男人，正是赵家的老大赵龙。他脸色惨白，双腿打颤，是被2名甲士架着过来的。他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如果不能求得我的原谅，赵家就将从东海城彻底消失。他被带到我面前，那些黑甲军士冰冷的目光像刀子一样刮在他的身上，让他感觉自己仿佛赤身裸体地站在冰天雪地里。老将军赵龙一开口，声音就抖得不成样子。他想跪下，却被身边的甲士死死架住，跪都跪不下去。这是一种更深的羞辱，让他站着听候审判。我代表我们赵家向您的家人表示最沉痛的道歉。我那不成器的弟弟和那个畜生一样的侄子，我已将他们从家谱里除名。我们赵家愿意捐出全部家产，只求您能给条活路。赵龙声泪俱下，几乎要昏死过去。他以为倾尽家产总能换来一丝转机，然而我连看都懒得看他一眼，我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重症内室里的孙儿。整个走廊死一般的寂静，只剩下赵龙粗重的喘息声。时间缓缓流逝，每一刻对赵龙来说都是一种煎熬。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我终于缓缓地转过头，我的目光落在了赵龙的脸上。那目光里没有愤怒，没有仇恨，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漠然。全部家产，你觉得我孙儿的一根头发值多少钱？赵龙的脸瞬间变成了猪肝色，羞愧、恐惧、绝望，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让他几乎要窒息。他哆嗦了半天，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不再理会他，转头看向李守正，查案的结果出来了吗？李守正立刻上前一步，老将军找到了几个目击证人，他当场带上了一名目击证人。证人颤声作证，将案发经过一一道来。萧燕行走于街市之间，不小心撞上了迎面而来一名公子的肩膀。目击证人神情凝重，继续道来。随即从人群中走出4个锦衣华服的年轻人，为首的正是赵玉。赵玉捂着被撞的肩膀，对着萧燕破口大骂。萧燕一直在道歉，态度诚恳，说愿意赔偿，但赵玉不依不饶，和同伴一起将萧燕围在中间，不断的推搡。萧燕始终没有还手，直到赵玉一脚踹在萧燕的腹部，将她踹倒在地。接下来的一幕让在场所有人都握紧了拳头。赵玉和他的同伴对着倒在地上的萧燕疯狂的拳打脚踢，他们就像一群猎狗，撕咬着毫无反抗能力的猎物。其中一人甚至从路边抄起一根铁棍，狠狠地砸向了萧燕的头部和腿部，鲜血瞬间染红了地面。直到萧燕彻底不动了，他们才嚣张地笑着扬长而去。整个经过触目惊心。萧成听着目击证人的话，仿佛就在眼前发生。他双眼血红，指甲深深地掐进了肉里。如果不是旁边的差役死死拦着萧成，恐怕已经冲上去把赵奎撕碎了。李守正的脸色也阴沉的可怕，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街头斗殴了，这是蓄意伤人，是草菅人命。我的脸上依旧没有什么表情，但熟悉我的人都知道，这是暴风雨来临前最可怕的宁静。我听完证词，缓缓转身走到了被甲士架着的赵龙面前。赵龙见状被吓得魂飞魄散，裤裆里瞬间传来一阵温热，他被吓尿了。我在他面前站定，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脸。但赵龙却感觉那只布满褶皱和老茧的手像是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他灵魂都在颤抖。你弟弟教的好儿子，回去告诉你们赵家所有人，从今天起东海城再也不允许你们出现滚。架着赵龙的2名甲士松开了手，赵龙双腿一软，彻底瘫在了地上，像一滩烂泥。
他知道这不是威胁，也不是恐吓，这是宣判，是对他们赵家下的死亡判决。2名甲士面无表情地将他从地上拖起来，像拖一条死狗一样拖进了走廊尽头。我重新走回重症内室的琉璃窗前，凝望着里面的孙儿。就在这时，一名药童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刘院判不好了，内室12号榻的病人脉息骤降，情况危急。刘院判脸色一变，立刻冲了回去。12号榻正是萧燕的病榻，我的心猛地揪紧了。医官和药童一齐冲进了萧燕的病房，隔着那扇薄薄的琉璃窗，我看着里面手忙脚乱的抢救场面，备药快，看着里面越来越乱的阵脚，看着萧燕毫无气力的身影，我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微微颤抖。我戎马一生，面对千军万马面不改色，面对刀光剑影谈笑风生。可现在看着自己唯一的孙儿在生死线上挣扎，我怕了，求求你们救救他！这一刻，我不是那个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战神，只是一个害怕失去孙儿的普通老人。突然，我的目光落在了抢救人群中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王蜀正太医署的最高负责人，而王蜀正的身旁还站着一个头发花白、气质儒雅的老者。我认得他，齐仁和整个中原最负盛名的国手圣医，他怎么会在这里？就在我惊疑不定的时候，齐仁和似乎感受到了我的目光，隔着琉璃窗朝我这边看了一眼，然后对我微微点了点头，如同一剂强心针，瞬间注入了我几乎要崩溃的内心。原来数十年前，在一场边境战场上，我曾救过当年还是年轻郎中的齐仁和一命。后来，齐仁合成了举世公认的国手，圣医专门负责朝中几位要员的调养诊治。我们之间虽然鲜有往来，但那份恩情从未被遗忘。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猛地转头看向身旁的李守正，老将军应是王将军安排的。我恍然大悟，也只有王征远有这个能力，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这样一位国手从京城请到东海城来。看来他想的比我还要周到一步。暖流在我冰冷的心中缓缓流淌。有了齐仁和亲自施诊萧燕的生还之望，无疑增加了无数倍。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终于内室里的铃铎声渐渐平息下来。重症内室的大门再次打开，齐仁和与王蜀正一同走了出来，脸上都带着一丝疲惫，但更多的是如释重负。齐老有惊无险，镇国兄放心，小家伙的命从阎王爷手里抢回来了。我紧绷的身体彻底松弛了下来。大安不言谢我，对着齐仁和深深地鞠了一躬。你我之间说这个就见外了，当年要不是你我这条老命，早就交代在边境的战场了。不过孩子虽然救回来了，但伤势确实很重，特别是头部那几下是下了重手的。虽然我们已经尽力清除了头颅内的淤血，但后续可能会留有后患，诸如记忆受损、神志迟钝。你的意思是他可能患上痴傻症？有这个可能，但几率不大。脑髓有自愈之能，恢复也快，关键还是看后续的调养。我的拳头再次悄然握紧，我戎马一生，自己身上留下的伤疤与隐疾不计其数，但我绝不允许自己的孙儿，一个才20出头的年轻人，就要背负着这种可能伴随一生的痛。赵家这2个字在我的心里已经被刻上了血红的印记，多谢了这份情，我记下了。王蜀正孙儿后续的调养拜托你们了，需要什么不管多贵，不管多难寻，都告诉我。老将军放心，我们必定动用蜀中最好的医官为令孙全力施诊。我的目光再次变得冰冷，我转头看向李守正人呐。李守正立刻上前一步，
主犯赵玉及其余3名同犯已全部收押在府衙大牢，正连夜审讯。根据初步供词，他们已承认了所有罪行，起因不过是令孙无意中撞了赵玉的肩膀。那日正是赵玉庆贺20岁生辰前夜，跟人赌博输了钱，所以才想出一口气。就为了这口气，根据其中一名从犯的供词，赵玉当时根本没把撞了肩膀这件事放在心上。他之所以下如此重手，是因为前一日夜里赌钱输了，心情不好，想找个人出出气。这句话像一块巨石砸进了萧成的心里。就因为心情不好，就因为想出气，就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打到生死垂危，这是何等的草菅人命，何等的丧心病狂！畜生，这帮畜生！相比于儿子的激动，我只是静静地听着，眼神幽深的可怕。赵奎和赵龙呢？赵奎因涉嫌包庇、妨碍官府查案，已被收押在案。至于赵龙送回去之后，我们接到消息，他直接住进了医馆，说是身体抱恙，需要静养。李守正说到这里，嘴角闪过一丝不屑。老将军，关于赵家商号，我们也查到了一些情况，这个商号问题很大，偷逃赋税官商，勾结强占民地，甚至还牵扯到树桩人命官司，只是以前都被他们用钱和关系压了下去。闻言，我的眼中闪过一丝了然。一个能教出赵玉那种子弟的家族，果然从根子上早就烂透了。把所有证据整理好，另外帮我查一个人。老将军请说。提学官周大人。李守正愣了一下，不明白我为何突然提到这样一个看似毫不相干的人，但他没有多问，立刻点头，是我马上派人去查。就在这时，一名快马信使赶至躬身呈上一封密函，老将军加急密信。我接过一看，寄信之人是一个我意想不到的人。展开密函的瞬间，李守正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身体站得更直了。只见那名使者躬身压低，声音传达口谕阵：“国兄是我小臣。”小臣啊，这么晚了还未歇息。一声小臣让旁边的李守正心脏骤然一紧，漏跳了半拍。他已猜到了此人的身份。当今天下能让萧振川以小臣相称的，只有那一位。使者继续传达：东海出了变故，放心不下，特遣人来问问老将军身子可还好，需不需要我派人南下？不必了一点，家事处理的差不多了。家事无小事，特别是将军您的家事，我已听说了。王征远那小子动静搞得不像话，年轻人火气盛。使者最后传达他那是为您打抱不平，说到底是朝廷的失职。李守正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身体站得更直了。使者双手呈上一封密函，我接过，缓缓展开。李守正站在一旁，目光不由自主地往那封密函上瞟了一眼，只这一眼，他的心脏骤然一停。密函落款2个字：黄印。李守正的大脑嗡的一声，当今天下敢用黄印的人，恐怕只有那一位。他强迫自己移开视线，额头上已悄悄渗出了一层冷汗。我神色平静地展开密函，仿佛只是一封寻常来信。函中写道：镇国兄东海出了变故，朕放心不下，特遣人来问候。老将军身子可还好，需不需要朕派人南下？家事无小事，特别是您的家事。王征远那小子动静搞得不像话，不过他那是为您打抱不平，说到底是朝廷的失职。函末仍有数行：在我们的地界上，让英雄的后人流血又流泪，这是朝廷的失职。镇国兄，您放心，这件事绝不会就这么算了，一定彻查到底，不管涉及到谁，不管他背后站着谁，绝不姑息。您老保重身子，莫为这些宵小之辈气坏了身体。待将军回京，朕亲自来见。我折起密函，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有了这句话，赵家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他们面对的将不再仅仅是萧家的怒火，而是整个朝廷的碾压。李守正小心翼翼地开口，额头上已是满满一层冷汗。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件事竟然惊动到了那个层面。老将军，您刚才说要查提血官周大人，我马上就去办。不用了，我自己来。话落，我当着李守正的面亲自提笔写下一封书信，命人即刻送往提血官府。
这个住所是孙儿出事之后萧成告诉我的。因为萧燕这次被打起因虽是街头一时冲突，但更深层的根由却与这位提学官大有干系。萧燕今年已至弱冠之年，正在备考秋闱以谋取功名。经议策论一事，他位列头名。然而唐氏评定之时，名额却被一个叫周伟的考生顶替了下去，而这个周伟正是提学官周大人的儿子。更巧的是，周伟也是那日街头围殴萧燕的4人之一。不多时，提学官周大人匆匆赶至，他以为来的不过是寻常家属，神情间带着几分漫不经心。你便是那孩子的祖父，关于令孙之事，本官深表遗憾。不过官府不是已定性为互殴了吗？还想如何犬子也受了伤，眼下还在医馆养伤，你来找本官没有用处，该找谁找谁去。说完，他便要起身离去。周大人令公子周伟此番参加秋闱报的事，吏部文书一纸罢。周大人脚步一顿，经议策论，萧燕甲等头，明令公子丁等第15，却取得首位。我将一连串数字清晰无比地抛了出来，周大人陷入了沉默，他心里早已掀起了惊涛骇浪。这些评定还未对外公布，这老头如何得知？这个老头子究竟是何来头，又是如何得知的？周大人，你觉得这个合理吗？你到底想说什么？没什么，只是想提醒周大人一句，从现在起，你有1个时辰的时间，1个时辰之后，若我未在布告栏上看到关于此次秋闱评定存在严重舞弊的实名检举状，那么你和令公子便可以准备着去和赵家父子作伴了。说完，我起身离去，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周大人呆立在原地，手脚冰凉，威胁赤裸裸的威胁，但他却生不起一丝一毫的反抗之心，因为我的语气太平静了，平静到让他感到发自灵魂深处的恐惧。我说的就一定会变成现实。赵家现在是什么下场，他已经听说了。一想到那凄惨的结局，周大人便忍不住打了个寒战，疯狂地在脑海里思索着对策。可是实名检举，那不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这不仅会毁了儿子的前途，连他自己也得被一并拖下水。就在周大人冷汗直流的时候，书房的门被猛地推开了。几名监察御史大步走了进来，为首之人面无表情亮出腰牌：周大人，我等奉命查办你涉嫌在秋闱取士一事中徇私舞弊，以权谋私，请随我们走一趟。此时周大人最后一丝侥幸彻底化为了绝望，他终于明白了，我根本没指望他去实名检举，那番话只是一个通知，一个审判开始前的通知。周大人瞬间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精气神，颓然地垂下了头。他知道自己的仕途到此为止了，而那个被他护在羽翼之下的儿子周伟，在府衙大牢里恐怕也已经等到了他应有的待遇。走廊之内，李守正看着这一切，心中对我的敬畏又深了一层。杀人还要诛心老将军的手段果然一如既往的狠辣，也一如既往的解气。他不仅要让那些施暴者受到律法的制裁，更要让他们赖以生存，引以为傲的一切在他们眼前一点一点地化为乌有。从赵家的商号到周大人的仕途，凡是与此事有所牵连之人，一个都跑不掉。老将军，您要不要先回去歇息一下？这里有我守着，定不会出任何差池。不了，我在这里等孙儿醒来。我的目光再次望向重症内室的琉璃窗，那里躺着我唯一的牵挂。夜渐渐深了，走廊里除了卫兵们偶尔走动时战靴发出的轻微声响，再无其他声音。儿子萧成靠在墙上，已经睡着了。这大起大落的一天，早已耗尽了他所有的心力。我却依旧站着，如一尊不知疲倦的雕像，脑海里一幕幕画面缓缓流过孙儿从小到大的点点滴滴：第一次叫爷爷，第一次走路，第一次背着书箱去学堂，还有他离家参加秋闱那天站在院门口朝我行的那个，还有些生涩的衣领。孙儿以后一定会庙堂高中，成为庙堂重臣。孙儿的话言犹在耳，
可此刻我的眼眶微微有些湿润，我有多久没有流过泪了？连大儿子战死在西南边境的无名山头，二儿子倒在那场滔天大水里的消息传来时，都没有掉一滴眼泪，因为我是军人，是铁打的汉子。但此刻看着琉璃窗里那个脆弱的生命，我感觉自己的心像是被一只手狠狠地攥住，疼得无法呼吸。就在这时，病房的门悄无声息地开了一道缝，齐仁和从内室走了出来，朝我招了招手。我心中一紧，立刻走了过去。齐老师不是，别紧张，是好消息，孩子刚刚有了意识，动了动手指，我能进去看看他吗？可以，但是尽量让他多休息。谢谢，我连声道谢。当我终于走进那间弥漫着药香的病房时，脚步变得无比沉重。我走到病榻前，看着近在咫尺的孙儿，他脸色苍白，嘴唇微微齐动，但比起之前已多了一丝血色。他的眼皮在微微颤动，似乎在努力地想要睁开。我伸出那只布满老茧、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的手，轻轻地握住了孙儿那只扎着银针的手。爷爷在，别怕，爷爷在这里。也许是听到了这熟悉的声音，也许是感受到了掌心传来的温度，病榻上萧燕的右手食指竟然真的微微勾动了一下。那一下轻微的动作，在我看来比整个世界都重。我俯下身，将脸颊贴在孙儿冰凉的手背上，滚烫的泪水终于决堤。一炷香后，我重新站在了走廊里，但这一次我的身上不再是冰冷的死寂，而是充满了希望的暖意。只要人还活着，就有一切可能。这时，王征远派来的一名亲信武将快步走来，躬身行礼：“老将军，王将军特遣我来问候孙少爷，情况如何了？有意识了？”亲信一脸欣喜：“太好了，王将军说了，老将军的孙少爷命硬一定能撑过去的，替我谢谢他。”是。赵家那边处理的怎么样了？亲信神情一肃，如实禀报赵家伤好已经彻底垮了。赵奎突发急症，正在医馆抢救，就算救回来，恐怕也只能卧床度日了。至于那个畜生赵玉，不小心出了些状况，身子受了些伤，这辈子只能在轮椅上过了。亲信继续禀报老将军，还有一件事，关于赵龙，您之前吩咐我们盯着，我们查到了赵龙在其兄出事之后，第一时间启动了家族应急之策，企图转移名下所有财产。已经被我们拦截了，查封了其名下田庄商铺宅院及各类财物，估价折合白银700余万两。此外，我们还查到赵龙才是赵家商号真正的幕后主人，所有证据已经备齐，只等老将军一声令下，送刑部。是另外那些曾被赵家欺压的受害者也已联系上了他们，愿意出面作证赵家强占民地以及那几桩人命官司全都被翻了出来。赵家这次恐怕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辛苦了。我挥手示意亲信退下，长舒了一口气。这件事到这里基本上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事情只需要交给律法程序去处置便是。而在此后的数日里，几乎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赵玉及其3名同犯以伤人重罪被正式收押，诸多罪行累加之下，赵玉被判处20年徒刑，另外3人也分别被判处10年至12年不等的徒刑。赵奎因包庇罪及妨碍官府查案等多项罪名被判处15年徒刑，随后因急症救治无效病逝于狱中。赵家商号被官府强制查封清算，赵龙因转移财产被查封以及持续被挖出的各类罪行被判处32年徒刑。提学官周大人被革除官职，儿子周伟公民禁废终身，不得入仕。以邱为舞弊及伤人之罪被判处5年徒刑。李守正因滥权压案、包庇罪犯被革除一切职务，移交刑部处置。而赵家上下那一个个曾经风光无限的人，终于在律法的铁拳之下低下了他们高傲的头颅。